今天这大新闻，咱们就聊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名单。因为阿诺德、福登、帕尔默、马奎尔、卢克肖全都被主教练图赫尔弃用了，这德国人到底想干嘛？而且40年来第一次，英格兰队大赛阵容中竟然没有利物浦球员，没有任何一名利物浦球员。上一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当时还有阿诺德和亨德森。今年夏天要是琼斯再转会去国际米兰的话，那么下次还想在英格兰阵中看到利物浦球员，就得等到恩古莫哈了。当然，恩古莫哈也不一定能够进入英格兰队，更有可能当他进入英格兰队的时候，搞不好已经又不在利物浦了。所以咱们今天一个一个数过来，感谢大家的支持。看之前也希望您支持老 K， 点个赞，写个评论。如果能够订阅那就更好了，谢谢。这次的英格兰队大名单最重要的就是马奎尔没有入选，这个事情昨天我们也说过，但实在是想了一夜啊，老 K 还是想不通。今天主教练图赫尔谈到这一点说，我对马奎尔后来的话有些意外，但我十分认可他的个人品性和赛场实力，也理解马奎尔失落的心情和背后的缘由。此前我们已经有私下沟通，他也充分表达过了自身的想法，因此他这份表态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球队这一次坚定的选用9到11月，在那段期间撑起英格兰队防线的几名中后卫，其中部分队员已经成为队内的核心骨干，树立了极高的竞技标准。我十分看好斯通斯，他是世界级的球员，品性出众，在赛场上的战绩也斐然。斯通斯善于在场上灵活地调整战术，如今他的竞技状态依旧处于顶尖水平。本赛季下半程他赛场的出镜不多，我们也因此着重分析了他的训练数据。这一次赛事我们开赛的时间比较晚，这反倒成为优势，届时可以安排斯通斯出战2场友谊赛。我相信他后续能在赛事中有着亮眼的发挥。那么说实话，每个主教练有自己的偏爱，这也很正常。从有利于图赫尔的角度来说，曼联本赛季确实卢克肖和马奎尔这2位主要是靠着精神意志品质在踢球，反应确实慢了，速度确实也慢了。而过去英格兰上一任主教练索斯盖特性格偏软弱，英格兰队请图赫尔就是看中他强硬。每一届的英格兰队虽然实力不强，但一直是世界杯前舆论最多的，毕竟英超的影响力在那里，所以每年选队员都是9子夺嫡的好戏。每个人似乎都只在乎自己，最明显的就是杰拉德和兰帕德时期，老球迷都记得，当年连铁帅卡佩罗都搞不定。再加上英格兰队球员曝光率很高，像阿森纳的斯凯利，欧冠半决赛还是首发，既能踢边后卫，也能踢后腰，还能护好球，推进也优秀也强。斯凯利跟斯彭斯到底谁厉害，说不好，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还有曼城的福登太子，虽然这赛季上半段不怎么样，但后期本赛季确实也回暖，他还是前年的英超 MVP， 他的水平跟罗杰斯比呢？另外还有像帕尔默、森林队的吉布斯怀特等等。所以这一次老 K 会把所有的细节分析清楚，但总的来看还是站图赫尔。最关键是我念念不忘，当时图赫尔从大巴黎来切尔西的时候是赛季中途接手，当时切尔西一片混乱，但图赫尔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过来就是要争夺欧冠冠军的，而且不是下赛季就是本赛季，为什么不能是本赛季？果然图赫尔带的切尔西就拿到了当赛季的欧冠冠军。这件事情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仅次于穆里尼奥在切尔西刚过来就说我是特殊的那一个。那么咱们也站在马奎尔大头的角度想一想，大头下雨不愁，你有雨伞我有大头。本赛季马奎尔在英超是空战之王，他的争顶成功率达到 75.3%， 英超第一，排在他后面的范戴克 74.2% 的争顶成功率。如果我是马奎尔的家人，那么他的稳定性、经验以及在战术作用上的功能性，缺点当然也有，转身比较慢，和图赫尔的体系不太适合，还有性格方面估计跟德国人也合不拢。马奎尔的意外落选，他的家人们公开抨击主教练。马奎尔的母亲在社交平台怒斥，平台上仅仅简短的发文说恶心至极。而马奎尔的弟弟也非常不满，在马奎尔的动态下留言直言这是自己见过最糟糕的决定，无话可说。而马奎尔本人也发表了一个社交媒体上的声明，所以也让英国的媒体们抓到了机会。
平时无风都要起浪，今天有了大风，正好兴风作浪。每日邮报指出，马奎尔不理智呀，你打破了公布名单前应该保持缄默的英格兰队不成文规矩，而且向马奎尔的母亲用可耻、令人愤慨这类言辞来指责主教练图赫尔，这反倒损害了马奎尔在足坛的口碑。而且如果接下来有球员受伤，英格兰队仍然有机会征召替补球员，但马奎尔这番非常过激的表态，恐怕已经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候补机会。所以球员的处事态度最能体现自身品性。马奎尔选择借助网络和媒体大肆宣泄情绪，打破了落选后直到主帅官方公布名单前要保持缄默的不成文规矩。他没能以沉稳克制的姿态面对失意，这并非理智的应对方式。人们难免会对马奎尔及他家人心生几分同情，但英格兰队史上也不乏落选后情绪失控的案例。像1998年法国世界杯，加斯科因在得知无缘参赛后暴怒不已。他曾经回忆自己当时在酒店肆意的发泄，大吼、怒骂、痛哭、失态，踢门的时候还撞伤了膝盖。加斯科因一直是天赋卓绝，行事也随性洒脱，但马奎尔是作风稳健的中后卫球员。这件事也印证了家人如果过度干预球员的事务，往往难以收获好结果。贝林厄姆这次也成功入选本届大名单，但他的父亲此前也高调干预，助长了球员自负的心态。图赫尔曾经告诫贝林厄姆，如果依旧当众指责未能送出精准传球，而且没有办法给自己创造得分机会的队友，那么贝林厄姆同样会无缘世界杯。图赫尔直言，在杯赛的征程中，团队凝聚力远比个人天赋要重要。所以马奎尔通篇的控诉待遇不公，最后呢，草草送上了对英格兰球队的祝福。哈哈，这些记者写东西啊，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都这时候了，还劝马奎尔，哎呀，不要愤怒啊，万一有球员受伤，还可能选你呀。哎，要我说，管他娘的呢！下届欧洲杯马奎尔都35岁了，这辈子已经无缘国家队了。这没有直接开骂，就算是有风度，就算是 gentleman 了。况且啊，咱们站在马奎尔的角度，图赫尔那些话确实过于偏心。他说他是斯通斯的超级粉丝啊，斯通斯在曼城出场时间太少，不是问题。我的个天，这都不是问题，可能吗？说真的，老 K 现在最担心就是斯通斯。他如果替补不上场还好，如果上了场，真的是英格兰队一个巨大软肋。好，多说一句啊，利物浦队的恩古莫哈这次还会随英格兰队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参加世界杯前的训练营，所以17岁的小将反而还有机会，哪怕只是作为陪练球员，最后去不了也无所谓，毕竟17岁，未来是属于你的。接着咱们看看过去英格兰队的9子夺嫡啊，现在已经有3名太子退出，分别是福登、帕尔默和阿诺德。但老 K 觉得阿诺德不带真的也可能会后悔，因为整个世界足坛已经没有像他这样的长传高手了。有时候在比赛的最后10分钟把他换上去，直接起长传45度斜吊，前面一个哈里凯恩，一个马奎尔，还有贝林厄姆，再上几个大高个儿，是真的有可能力挽狂澜的。那么所以现在9子夺嫡，英格兰的戏份就只剩下了拉什福德、贝林厄姆、赖斯、萨卡、戈登和梅努。对了，还有位格拉利什也没有入选。所以这一届的英格兰队，如果图赫尔搞些恶趣味，前锋上伊万托尼，前腰埃泽，左边马杜埃凯，右边萨卡，双后腰梅努和里斯詹姆斯，双后卫格伊和宽萨，左后卫斯彭斯，右后卫孔萨。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就已经不像英格兰，纯粹像一支非洲队伍啊！是的，印象里英格兰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黑人。其实英格兰足球队从来不像法国，他们各个位置上也不缺优秀的白人球员，但架不住这次图赫尔不招呀，你能有什么办法？所以化身农场主的图赫尔，他已经看到了未来足球发展的趋势，那就跟 NBA 一样，越来越黑。那么这次图赫尔不带阿诺德，却选了斯彭斯，主要还是因为斯彭斯是万金油替补，左右都能踢，而阿诺德虽然是绝对的高级货，就是伤病有点多。斯彭斯的优势就是1对1不会被对方爆，而且左右两路都能踢。阿诺德虽好，但他上了场，英格兰队的右路就会成为对方的高速公路，那也确实很有可能得不偿失。
所以过去还在利物浦的最后一个赛季，斯洛特就已经劝过阿诺德。到了皇马，阿隆索也劝过他，作为一名右后卫，你不练好自己的防守能力，你打什么右后卫？虽然你的右脚是最有灵气的，但世界杯谁敢不防守？谁敢让自己的右路打开门让对方随便进，对吧？所以这届英格兰队在边后卫位置有奥莱利、有霍尔、有斯彭斯、有斯凯利、有詹姆斯、有利弗拉门托。英格兰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边后卫，还有如果本怀特没有报销，他也算一个。只是这一代的英格兰边后卫比之当年的卢克肖、特里皮尔和凯尔沃克还是有差距。这次图赫尔的选法还是要求全面而且求稳。阿诺德虽然有一招鲜，但弱点太明显，不会受重用。那么帕尔默呢？没有办法，老 K 在去年底赛季初就说过，帕尔默的耻骨一直有伤势，为了世界杯却一直选择不做手术。这样选择就真的能保证你进入世界杯吗？最后的结果你也看到了吧。帕尔默确实本赛季的状态太差，因为一直有伤。他跟福登这两位如果进了，老 K 反而觉得意外。中场方面，英格兰队赖斯、安德森、贝林厄姆、罗杰斯、梅努，这都没得说，确实强。但是选用了布伦特福德已经35岁的老将亨德森，这就确实有点服不了众了。但也没办法，图赫尔就是这么一个喜欢看重关系的人，他肯定认为亨德森能够帮助他管理好英格兰队的更衣室。而这一点也是带英格兰队最难的。图赫尔非常看重球员的性格和自己的象性的配合，他就不太看好帕尔默的性格，也不看好福登的性格。他特别注重那些能够在大赛发挥高水平、特定性格的球员，像这次选了34岁的丹·伯恩、35岁的亨德森，这两位资深球员在球迷中不受待见，但他们两位由于性格强硬，在英格兰队都被视为仍然有影响力的球员。这方面帕尔默你就没办法了，当时你的队友拿命换来一个点球，你自己罚丢了之后还笑，这个画面连切尔西的球员都觉得无语呀。真正想赢到了极致，想为球队付出，是不可能罚丢了点球还笑的。想想兰帕德当年罚丢点球，他笑过吗？当然，就算你把它解读为苦笑，也无法为切尔西的唐王帕尔默挽回多少颜面。亨德森本赛季代表布伦特福德只有23次首发，只有1个进球3个助攻，所以我认为他进入大名单更多就是坐在替补席上为球员打气，就像日本队的常有佑都一样，偏吉祥物，陪教练唠嗑，带动训练的水平。小球员们如果不听话不认真，轮不到图赫尔上去打嘛。老队长亨德森直接上去一个大逼兜。另外亨德森可以打8号位，可以打6号位，真要遇到极端情况，用他可能也有奇效。所以虽然水平不行啊，年老的亨德森肯定非常的平庸，但是咱们就看看图赫尔这样奇怪的搭配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像哈里凯恩从来话不多，赖斯又是老好人，没有亨德森这样的，英格兰队更衣室还真有可能出问题，镇不住。老大哥亨德森在，主要是预防为主，他在谁也不敢闹。所以图赫尔的思路很明确，他并不是选最好的26个英格兰会踢球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最强阵容未必就是集齐26个天才，选人主要考虑团队，要实现最佳的人员搭配。图赫尔说，据我对国际赛事的认知，团队的整体和队内的默契才是核心。今年夏天的目标唯有依靠全队合力才能实现，队员们朝夕相伴，紧密共处。所以排兵选人的时候，我们着重考量这类软性因素，力求磨合出很融洽的氛围。每名球员都清楚自身的定位，最终敲定的阵容攻守均衡。现在选的这些球员能够切身感受到主教练的信任和认可，心存疑虑，他们便无法发挥最佳水平。归根到底，关键就在这里，我们真正信赖哪些球员？自9月份以来，是谁树立了球队的风气，立下了赛场的准则？又是哪些人能够担当队内的领袖？我们十分看重这些特质。队伍必须凝结一心，氛围和默契的好坏直观就能够感受得到。真正团结一心的团队的风貌，球迷也能够清晰地察觉到。所以团队整体始终是首要的考量。这次选人就是遵循这一个思路。所以老可以简单讲，这一次反球星逻辑的战术豪赌，弃用这些过去的巨星级球员，压住的就是团队要产生化学反应，化学反应高于纸面的天赋。与其说堆砌26个可能需要踢不熟悉的位置的天才，图赫尔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无条件执行战术，在更衣室的气场互相之间很契合的拼图。
这种做法确实在英格兰是头一次，确实打破了过去以往看名气选人的传统，但是也伴随着巨大风险。一旦英格兰队淘汰赛陷入僵局，大家可能会想念那些被舍弃的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战局的巨星的变量，所以质疑声源于此。但老 K 对英格兰新的期待也同样源于此。大赛的名单确实从来不是实力的罗列，也不是堆叠，而更加是教练战术哲学的体现。好吧，作为几十年的英格兰球迷，你图赫尔都敢赌，我老 K 有什么怕的？就看最终美国世界杯赛场认不认你了。只能说拭目以待，且大家看看图赫尔怎么轰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可以明确的是，他肯定已经有了自己的战术，已经在头脑里面了。选人就是按照他的战术来的。还是那一句，知我罪我，其为春秋也。那么，所以图赫尔也就留下了一个落选英格兰名单身价的前10位：帕尔默1.1亿欧元排第一，福登8000万排第二，然后是阿诺德的6500万，沃顿的6000万，吉布斯怀特6000万，考尔维尔5000万，恩瓦内利4000万，斯科特4000万，查洛巴4000万，格雷3500万。所以接下来曼联买人，曼城抢人，大家的思路也明确了。沃顿跟托纳利暂且放一放，中场真正管用还真是阿斯顿维拉的罗杰斯和诺丁汉森林的安德森，抢就抢这2个。好，咱们再看看英格兰选中的身价排行榜，全队加起来身价一共是13.2亿欧元。门将方面，水晶宫的亨德森2800万欧元，曼城的特拉福德2500万，埃弗顿的皮克福德1500万。后卫方面，格伊6500万，里斯詹姆斯6000万，奥莱利5000万，宽萨4500万，纽卡的利弗拉门托4000万，阿斯顿维拉的孔萨4000万，热刺的斯彭斯3000万，曼城的斯通斯1500万，纽卡的丹伯恩500万。中场贝林厄姆1.4个亿，赖斯1.2个亿，罗杰斯8000万，安德森6000万，梅努5000万，亨德森200万。锋线方面，萨卡1.2个亿，哈里凯恩6500万，戈登6000万，埃泽6000万，马杜埃凯5000万，拉什福德4000万，沃特金斯3000万，伊万托尼2000万欧元。这次选中伊万托尼确实大出人意外，因为记者马上爆出图赫尔就从来没去沙特现场考察过伊万托尼，所以好像在挑选这支英格兰队的时候，图赫尔根本就没用眼睛。不过30岁的伊万托尼，他本赛季在沙特联赛的球队吉达国民奉献了42个进球，11个助攻，数据极为耀眼。如果球迷们认为沙特联赛含金量太低，那老 K 觉得未必。举个例子，过去德罗巴来上海申花踢了球之后，回到英超仍然是最高水准。何况伊万托尼确实数据太好了，上个赛季在吉达国民是30个进球5个助攻，本赛季42个进球11个助攻，甚至涨了更多。这种黑黑硬硬高高大大的球员看着就稳，把他定在前面战术意义很大，很好用。而且老 K 也真的感觉图赫尔就是看到黑人就觉得肯定行肯定赢。别的不说，这一届英格兰黑人球员真的是最近10几年最多的。你说图赫尔不用眼睛选人，不用眼睛他怎么知道是黑人，对吧？所以本来昨天呢，老 K 对图赫尔是颇多批评，但经过了24小时的缓冲和沉淀，想想还真有些他的道理。著名评论员卡拉格跟老 K 的想法也英雄所见略同，他就说，过去历任英格兰队主教练常常碍于球员的名气和舆论的压力，妥协迁就大牌球员，但这一次图赫尔坚持自我的判断，以团队的合力、队内的默契，还有球员的品性为核心来选人，不再是单纯的堆砌天赋球星了。虽然福登、帕尔默的落选让人惋惜，而伊万托尼的意外入选又让人感到费解，但这份名单显然是图赫尔长期打磨战术的结果。现在看这支英格兰队暂时不具备夺冠实力，阵容的实际价值和最终的成效仍然要等到世界杯赛事结束之后才能评判。当我卡拉格曾经身披英格兰队战袍，我也曾经征战世界杯赛场，我就觉得图赫尔公布的这一个大名单足以证明他正是英足总迫切需要的英格兰队主帅。过去不少的主教练来来去去，长久以来外界总会对每一个英格兰队主帅都有相同的诟病，那就是他们一味的迁就大牌球星，仅凭名气来挑选阵容，根本不敢做出取舍，
也不敢兼顾队伍的整体平衡。在我卡拉格效力英格兰队的那段时期，许多主教练容易被各方的声音干扰，教练呀、经纪人呀、队内的元老呀，还有媒体都会来劝阻他们放弃部分球员。而图赫尔有着自己的执教的行事风格，大家可能都不认同他的选人决定，但不得不认可他的魄力。我们不能一边期盼着主教练要强硬要果断，一边又要求他必须挑选球迷们喜爱的球员，对吧？看完他这份名单，我不禁感慨，如果20年前就能拥有这样一位英格兰队主帅，那该多好啊！以往的英格兰队组队往往先集结本土公认的顶尖球员，先把他们勉强拼凑起来，拼凑阵型，再适配打法。类似这样错位用人的例子数不胜数，像21世纪初的英格兰队黄金一代，还有我参加过的2006年、2010年世界杯，都出现过这种问题。接连重复过往的错误，那自然无法迎来理想的成绩。这一次的26人大名单选人核心思路就可以概括为优先活力和团队的默契，而不是单纯堆砌天赋。图赫尔挑选的球员不仅球技出众，个人的品性也符合球队要求。在我看来，这份名单没有囊括英格兰所有天赋最高的球员。倘若只论个人的实力，福登和帕尔默肯定应该入选。我也十分的欣赏福登，他也曾多次代表英格兰队征战，获得过不少出场机会。帕尔默的落选就更让人意外。本周在对阵热刺的比赛可以看出，帕尔默的停球衔接流畅，摆脱防守推进进攻的能力在英格兰本土球员里也很突出。他在英格兰队没能得到充足展现自我的机会，无缘本届世界杯，这着实可惜呀。放眼职业生涯长远的发展，福登和帕尔默的上限大概率高于埃泽，高于马杜埃凯。不过几人的技术风格截然不同，风格也有差异，再加上球员的性格的特质，成为这次图赫尔诸多争议人选的关键考量因素。在足坛各级赛事中，速度都是制胜的关键，边路同样更是如此。现在马杜埃凯、埃泽、萨卡、拉什福德、戈登他们组成的边路轮换阵容，显然图赫尔希望能够在比赛的拉锯阶段，或者是淘汰赛加时赛对手体能下滑的时候，以替补登场，轮番冲击对方的防线，这样能够持球突破的边路球员的价值不言而喻呀。以往的大赛里，英格兰队的进攻时常陷入停滞，有过多的中场和前锋习惯于回扯接球，前场缺少穿插跑动，难以撕开对方的后防。我所以能够理解图赫尔这次征召速度型的边路球员的用意。不过在我看来，帕尔默具备绝佳的传球视野，他也可以为边路队友输送威胁球。还有水晶宫的亚当沃顿同样很擅长传球组织。他的落选说明图赫尔更加看重中场球员的身体机动性。在后防线，马奎尔落选后，他的家人的反应令人唏嘘。马奎尔的母亲和兄弟在社交平台公开指责主教练，这种举动或许让他彻底失去替补的席位。现在距离英格兰队启程前往美国还有2周，伤病变数随时可能出现。2010年世界杯原本顺位高于我的中后卫，在联赛末轮意外受伤，我才得以补征入选。无缘参加世界杯难免会让人心生失落，但公开抨击选人的决定，马奎尔他们并不明智。一旦其他球员出现伤病，其实仍然存在递补参赛的可能。像丹伯恩、宽萨顺位都在马奎尔之前，切尔西球员科尔维尔同样没能入选，还有孔萨，还有格伊。而孔萨和格伊是图赫尔执教英格兰期间固定的中后卫搭档，剩余的名额就要留给临场状态还有可靠性更受信赖的球员。至于边后卫人才储备很充足，阿诺德始终难以站稳主力的位置。他在转会皇马以后，本来期望俱乐部和英格兰队的地位能够同步提升，如今未能如愿。图赫尔此前也多次将阿诺德排除在外，这次落选并不算意外。在国家队的层面，主教练更偏向防守能力扎实的传统边后卫。里斯詹姆斯健康的时候就是英格兰队的首选，其他的球员也可以客串边后卫来填补空缺。至于伊万托尼的入选确实出乎所有人意料，即便哈里凯恩伤缺，图赫尔也更倾向于启用伪9号战术，而不是派上托尼去首发。所以这份征召背后的考量让人难以揣摩。最终球队的成败，我们依旧要交给赛场的表现来定论。这份名单是图赫尔这2年来不断打磨战术体系后定下的人选。
这份阵容不足以让我看好本届英格兰队冲击世界杯冠军。目前这支队伍也确实不具备绝对夺冠实力，所以只能看他们全队接连打出高光的表现，才有机会终结英格兰队长期无缘世界冠军的局面。要我评判这份名单能不能够帮助英格兰队走得更远，很难下结论，一切都只能等到世界杯落幕之后了。确实，这一届图赫尔的名单不像传统的国家队，传统是召集整个国家最顶尖的球员，然后再根据球员们的特点构建战术。但这次图赫尔更类似于我现在带的就是个俱乐部，我只引进那些适合我的打法思路的球员，只不过这些球员恰好就只能在英格兰的国籍里面找，仅此而已。所以本届英格兰队打出的效果可能很类似于英超的中上游俱乐部的水平。至于英超中上游的水平能不能在世界杯夺冠，运气也是最重要的。所以站在支持图赫尔的角度说一句话，英格兰队从来不缺天才，反而最大的问题是天才太多了。图赫尔这种思路有可能反而是对的。一个团队不可能个个都是顶尖顶的人才，每次我们要组建团队都要选几个闷声做事情的人，如果全都选顶尖的实力，那么反而容易内讧，谁都想当主角，没人愿意干脏活累活，那不行。所以德国元帅图赫尔让我们多给他一些信心。这一次英格兰本期的球员一共来自16个俱乐部，也是整个30军团大赛阵容里面历史第二多，仅次于1962年当时世界杯一共用了17家俱乐部的球员。但也必须强调，这一次极大的赌博，如果英格兰队最终战绩糟糕，那么按照惯例，人们是不会放过图赫尔的，他将被钉上耻辱柱。图赫尔选托尼，有可能会认为托尼在的沙特联赛的天气跟美国世界杯可能更相像。那么无论原因是什么，托尼和这次沃特金斯作为队长哈里凯恩的替补人选，用他们俩就占据了大量原本可以留给其他10号位球员的空间。而那些10号位球员最终也都被排除在名单之外。过去的10几年，哈里凯恩一直是英格兰队雷打不动的核心人物，而他本赛季在拜仁慕尼黑，无论在欧冠还是德甲，都证明了他依旧能够凭借经验压制那些更年轻的对手。但现在给他配2个替补，托尼和沃特金斯，那么图赫尔也许认为哈里凯恩需要减轻一些出场的负担。过去很长时间，哈里凯恩无论身体状态是否完全健康，无论他能不能进球，都会为英格兰队踢满每1分钟。但现在的名单则暗示哈里凯恩在比赛下半场会更加频繁地被其他人替换下场。好的，这次过去曼联太子，现在巴塞罗那的拉什福德，在入选后他单独发文，感谢了维拉队，感谢了巴塞罗那，感谢了英格兰，但却没有感谢曼联。不过拉什福德后续赶紧又发了社媒回应，说这绝不是任何形式的挖苦。我拉什福德是曼联球迷，这一点不会改变的。我只是在感谢过去18个月里与我共事过的俱乐部和教练，是他们在我这次入选英格兰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嘿嘿，拉什福德后面这个补救有点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迟来的真心比狗还贱，更何况你还不一定是真心呢。好的，老观众都知道老 K 对诺丁汉森林中场安德森的喜爱，安德森这次在个人社媒也发文表达了激动的心情。23岁的年轻人终于可以去世界杯了，但上个月他的母亲不幸离世，所以他写道：哇，这是我毕生梦寐以求的时刻，入选英格兰队出征世界杯，是我至今最引以为傲的瞬间。日复一日的拼搏与坚守终有回报，一路走来家人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妈妈，我们要去世界杯了。安德森最近接受采访还透露，自己的第1件英格兰球衣就是鲁尼当年的10号，鲁尼就是他第1个英格兰队的偶像。安德森说，我对英格兰最早的印象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一届赛事的主题曲比赛用球我当年都非常喜欢，而我现场观看的第1场球赛是在温布利球场，英格兰对阵西班牙，当时我和父亲兄弟们一同去看的，具体年份有些记不清了，只记得对手是西班牙队。而我最难忘的瞬间毫无疑问就是在英格兰队的首秀。现在要去集训营有3样必备的物品我会带，是游戏机、高尔夫的球杆还有耳机。英伦3岛的球员从贝尔到安德森是真喜欢打高尔夫老 K 非常的看好，希望大家都把眼睛锁定安德森，给他加油。那么这次呢，还有一位老将丹伯恩意外的入选。
他在入选名单后也接受采访说：“我十分的激动，终于等到周五的官宣了。几天前我就得到了消息，一直没法对外透露。收到了通知，说图赫尔会在下午4点到6点给我打电话。我接连几小时就守着手机在等候。去年首次入选的时候，我倍感意外，完全没有料到。而这次我心里底气十足，这份心情如同跟着纽卡夺得杯赛冠军一样。我儿时起就怀揣入选国家队的梦想，美梦成真的时候，反倒思绪万千。在我翻看了各方祝福的消息后，内心才慢慢沉淀下来。我今年已经34岁了，但赛场的经验充足。职业生涯我已经出战了500多场赛事，过往的关键比赛我都能稳定发挥。这次出征世界杯毫无忐忑，满怀信心。我愿意听从安排，全力的为球队贡献力量。所以今年纽卡斯尔在英超踢得不咋地，居然却出了3个英格兰国家队的。丹伯恩年龄虽然大，但是身高1.99米的左脚中后卫，是稀缺的后防线上的左脚将。他是3后卫体系左路的首选，能够完美的填补英格兰队短板，而且位置很全能，既能打左中卫，也能打左后卫。他在实现3-4-3和4-2-3-1这2种阵型的无缝切换的时候，是一个关键棋子，而且在高空的统治力惊人。丹伯恩在英超场均3.74次成功的头球，联赛排名第2，是定位球攻防方面的大杀器。而且很少人知道丹伯恩算是出球的大师。他在世界杯预选赛赛场曾经场均116次成功的传球，甚至超越了德国队的克罗斯，算是英格兰后场的节拍器。最关键，他过去从来没有入选过英格兰各级青年队，纯草根出身。这样的球员缺乏过往的国青队、国家队的荣誉，但却往往最佳饥渴，因为他被低估了太久。他职业生涯走的是最难的路，他身上的韧性正是球队在大赛所需要的精神。英格兰队一直过分的年轻化，缺乏老大哥，而丹伯恩的沉稳和领导力是一个关键的补充。他也是真正大器晚成的球员，33岁才到达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他的稳定性和抗压能力远超普通年轻球员。同年的丹伯恩出生于纽卡斯尔附近，他从小就是纽卡队的死忠，是季票的持有者，偶像就是过去英格兰队的阿兰希勒。但11岁由于教练嫌他太慢太笨，被纽卡青训解约。13岁的时候呢，攀爬栏杆又摔伤了，右手的无名指被截断，留下了永远的疤痕。16岁的丹伯恩去超市里面打工，推购物车，时薪只有6英镑，一边上学一边去踢业余联赛。所以他有句名言：从小我就被拒绝，纽卡不要我，郡队也不要我，地方队也不要我，这就让我骨子里憋着一股劲儿，我要证明他们都错了。后来的丹伯恩17岁，从草根，从非联赛的球队一路踢上了英乙，又一路踢上了英超。最早在英乙的球队，他的周薪只有150英镑，只能住在父母家里面。后来以零转会费19岁去到英超的富勒姆队，出场机会却基本没有，多次的租借到英甲和英冠的球队。24岁的丹伯恩免签加盟了维冈竞技队，成为当赛季最佳球员，是这支英冠球队的主力中后卫。26岁，他以400万英镑转会加盟布莱顿，改打左后卫，这也开始适应了英超的节奏。30岁，2022年的丹伯恩回归纽卡，1300万英镑的转会费，终于圆了儿时的梦。在纽卡从保级的主力到欧冠的核心。2025年3月12日联赛杯决赛，丹伯恩头球制胜，那也是纽卡70年的首个冠军，全场当时都高呼丹伯恩就是纽卡，丹伯恩就是纽卡。2天后，2025年的3月14日，主教练图赫尔用 FaceTime 打电话通知丹伯恩入选英格兰队。丹伯恩当时在床上接了电话，紧张到失眠。7天后，3月21日上演了世界杯预选赛首秀，首发就打满90分钟。在英格兰2-0战胜阿尔巴尼亚的比赛，丹伯恩表现很稳健。赛后他接受采访说，我几乎不敢睡觉，怕这是梦。第2天的8点，我就第一个去英格兰队报道了。我的精神内核不是幸运，是我的坚持。我心里面有块伤疤，就是要证明那些过去看轻我的人错了。我只在乎图赫尔，只在乎埃迪豪的看法。所以这样的丹伯恩，父亲大卫说呀，他从来不抱怨，永远专注下一场。他总说自己很幸运，但我知道不是幸运，
是坚持让他走到今天。所以这样的丹伯恩，从在超市里面打工到进入国家队，这是足球最美的故事，真正最极致的逆袭的故事。这位左脚的巨人却拥有哈维级别的出球能力，他也会成为图赫尔的秘密武器。不仅是他的经验和全能，最重要是永不言弃 ，Never say die。所以今天这份英格兰国家队新名单，老 K 如此总结：这不是情怀和关系的选择，就是实力、战术、性格、状态的完美结合。丹伯恩就是这一届新英格兰队的代表，他的故事是最动人的草根逆袭，从被解约、手指断掉、超市打工，一路被低估，从英乙一直用20年的坚持，从非联赛踢到国家队，34岁才圆梦。一句话，去把那该死的世界杯给我带回来吧！好的，另外现在恩古莫哈、斯科特、乔西金都作为英格兰队的陪练，随队备战。恩古莫哈17岁，本赛季代表利物浦出场28次；乔西金19岁，本赛季代表富勒姆出场37次，2个进球2个助攻。斯科特22岁，本赛季代表伯恩茅斯出场39次，4个进球1个助攻。这3个年轻人一方面作为陪练，另一方面毕竟距离英格兰首战还有一段时间，万一有伤病，这3位也可能是头号替补人选。只是可惜没有带上道曼啊，甚至把曼联那个 JJ 也带上，未来英格兰3叉戟那就帅了。还有带3个陪练，带的却都是10几岁的年轻人，这确实有讲究，也一点不会影响团队的氛围。对了，最后咱们再说说吉布斯怀特，因为他入围了英超赛季最佳的球员候选，却落选了世界杯名单。要知道英超赛季最佳球员候选人一共只有8位，而除了吉布斯怀特之外，其他那7位只要他的祖国打入了世界杯决赛圈，肯定能够获得征召，包括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阿森纳的加布里埃尔、曼城的哈兰德、阿森纳的拉亚、阿森纳的赖斯、曼城的塞门约，还有布伦特福德的伊戈尔迪亚哥。吉布斯怀特主要是被埃泽占了位置，这2个人对比来看，关键埃泽平台方面占了优势，能够在阿森纳强队踢球，而且联赛冠军还能踢欧冠决赛。这方面埃泽踢出来的内容，相比于在保级队 C 位踢球的吉布斯怀特，那么图赫尔无疑是更看好埃泽。过去埃泽之前也是在水晶宫踢 C 位，数据也不错，但来到枪手平台毕竟不一样，而且福登、帕尔默都没能入选，吉布斯怀特也没有什么好抱怨了。好，今天还有场非常关键的 U17 亚洲杯，中国队最后是2比3输给了日本队。到比赛的最后阶段，中国队门将都冲上去了，确实也有机会扳平，但最后的头球顶出来，被日本队门将扑出。今天的比赛看着是2比3，但其实双方的实力差距还是大。上半场日本队就进了3个，下半场第48分钟，万象在中路接到右侧帅维浩的传球后破门，1比3。第79分钟，赵松元前场断球后造了点球，随后自己亲自助罚命中，2比3。球虽然是2比3输了，但这一次能够打入决赛，而且在逆风的时候进攻的那份坚韧和勇气，年轻人做到这个比胜利更可贵。而上半场中国 U17 在明显丢了第2个球之后，心态就崩了。上半场主教练的战术安排可能也有些问题，终究还是没能翻过日本足球那座山。但是不要着急， U17 拿不拿冠军不是最重要的，还是成年国家队以后让球迷们看到更高处的风景，那才关键。这支09年出生的中国国青队很可能从现在开始，09、10、11、12、13、14、15，未来中国球员的天才会越来越多。国内的青训形势也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就是从09年出生这批孩子开始的。好，另外今天皇马官方向33岁的阿拉巴告别，阿拉巴将在赛季末离队，5个赛季他一共取得11个冠军。本周六皇马也将在伯纳乌球场为他举办告别仪式。21到22赛季夺冠之后，阿拉巴的凳子舞，可后来随着伤病的频发，21到22也是阿拉巴最后的巅峰。刚到皇马第1个赛季那一年，阿拉巴真的是好强啊，一晃数载白衣生涯就这样落幕了。全能万金油的阿拉巴正式的要和伯纳乌说再见。过去足坛有阿拉巴、阿尔巴、阿巴特，还有阿尔维斯，入门球迷妥妥有些分不清，还有林加德、林德加德、林德洛夫、布林德，也容易把人搞得一团迷糊。关键林加德、林德加德、林德洛夫、布林德还是曼联一个队的。
21到22赛季，阿拉巴加米利唐这对中后卫组合，许多人都低估了他们，是皇马过去这几年机动性和技术最好的中后卫组合。可惜后来胖虎卡塞米罗被卖掉，后场这两位要承担更多的防守任务，后来两个人就双双伤病，而且都是重伤，都不太好得了。回想起那一年还是疫情期间，口罩原因大家都被关在家里，而欧冠白色的板凳，从欧冠淘汰赛到最后的所有，阿拉巴是皇马第14个欧冠冠军绝对的功臣。虽然伤病多，但他从来没有闹过事儿，也没有过像阿扎尔那种抽象的发言。而且阿拉巴作为中后卫，当时还是皇马队内唯一一个会踢任意球的球员。21到22赛季，阿拉巴还进了不少任意球。缺点没说的就是大伤以后能力严重下滑，还有长期不上场却拿着高薪。前2个赛季阿拉巴对皇马贡献挺大，总的来看也不算亏吧。今天吕迪格也用如此的方式告别阿拉巴，他更新社媒写道：兄弟永远都在，一个电话随叫随到。人们看到的是奖杯，却看不到我们每天的付出，看不到那些欢笑，也看不到我们那些深入交流。阿拉巴，我的兄弟，我的队友，我的家人，能和你一起身穿这件白色球衣是我的荣幸。我们一起经历了所有，我们一起征服欧洲，我们一起把彼此逼到极限，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一起赢下的一切都会永远留下。去开启你的下一个篇章吧，国王，你知道的，愿你一切顺利。吕迪格、阿拉巴他们不仅肤色黑，而且性格也很相像。两个人在皇马也没有多久，但融入的就像是待了一辈子的老队员一样。想想当时他们打主力的时候，球队的氛围是真好。而阿拉巴一走，球队里最后一个能和吕迪格说德语的也就走了。不过提醒一句啊，做兄弟在心中，吕迪格你这个家伙不要话说得太漂亮，到时候有事电话打不通可就不好了。好的，曼城官方今天已经宣布，瓜迪奥拉本赛季结束后离任，10年20座重磅的冠军奖杯，他成为曼城队史夺冠次数最多的主帅。尽管不再担任主教练，但瓜迪奥拉仍然将留在城市足球集团，出任集团全球大使。他也会为旗下的各俱乐部提供技术指导，参与专项项目和合作的事务。瓜迪奥拉刚来曼城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证明传控足球可以通行英超。10年过去，他做到了。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老 K 虽然在节目里已经说过，但多少曼城球迷在看到官方之前还抱有一丝希望。说不出再见，瓜迪奥拉先生，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属于未来的足球。感谢你在这个功利至上的时代，本可以选择更轻松的赢球方式，却坚持踢最美丽的足球。在今天确认以后，瓜迪奥拉的女儿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图片和视频集，回顾瓜迪奥拉和家人们在曼城俱乐部和阿蒂哈德球场度过的这10年岁月。这种日常视角下的记录往往更能打动人。瓜帅最后离去的时候说，如果再拿一座英超或者欧冠冠军，也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而我精力下降了，我内心深处有一个遗憾，就是当年没有给乔哈特证明自己的机会。而我短期内肯定不会再当教练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我现在非常确定，福格森爵也不会再觉得我们曼城是吵闹的邻居了。教练这份工作每3天一次，持续了许多年，从塞尔赫斯特公园到安菲尔德到马德里，还有马德里。现在我得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1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认为俱乐部需要一位新的主教练，新的能量，带着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了不起的球员，开始书写另一个篇章。与此同时，曼城取得了重大进展，即将续约谈判锁定中场大脑罗德里，一个时代却就此正式落幕了。瓜迪奥拉告别曼城。呱呱，我们不想挽留你，只想帮你挽留你的妻子，跟他复合吧。这个男人他值得所有。要知道，自2016年7月瓜迪奥拉执教曼城以来，其他一直留在英超的俱乐部更换主教练已经合计达到了47人。切尔西换了8个，埃弗顿换了8个，热刺队换了8个，水晶宫换了6个，曼联换了6个，西汉姆联换了6个，阿森纳换了3个，利物浦换了2个。另外，与此同时，曼联官方也发布公告，卡里克正式出任主帅，双方签约到了2028年。江山代有才人出，
长江后浪拍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卡里克受任于败军之际，风靡于危难之间。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过去弗格森的影子，而下一位曼城瓜迪奥拉的影子马雷斯卡同样是光头，他也要来啦。好，那么德国队世界杯大名单也已经公布，40岁老将诺伊尔入选。前段时间德国名宿都出来帮着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说话，其实只是帮主教练找台阶下，说纳格尔斯曼和诺伊尔没有矛盾，其实就是已经决定德国队要招诺伊尔回国家队了。但这次德国队名单没有带上比苏夫，这是一个漏洞。让人遗憾。世界杯对一个从小看足球的孩子，对一个球员意味着什么？老 K 什么都不用说，就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就够了。这是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公布名单的时候，格雷米奥队的门将韦弗顿成功入选，他将作为巴西队第3门将征战世界杯。在看到有自己的名字之后，韦弗顿激动到当场昏倒。他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家里的监控录像，他配文道：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感谢上帝，我弟弟没有把我的头给压扁。要知道38岁的韦弗顿，他仍然能在格雷米奥队当主力门将，这已经很不易。本来第3门将是给利雅得胜利的门将本托的，但这个门将自己打新月队的时候作死，安切洛蒂就直接弃用。我们看这个监控啊，球员都已经昏倒了，家人却没有一个发现。好的，西甲最后一轮，皇马将主场迎战毕尔巴鄂竞技。主帅阿维罗亚在赛前发布会上已经证实自己将在赛季结束后离开，而且他说，如果穆里尼奥接任，我绝无可能加入他的团队。我一直把皇马当作自己的家，我加入皇马已经20年了，这里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皇马执教生涯的最后一战，因为谁也说不准。我会努力的享受比赛，我脑子里只想着赢球。穆里尼奥他有一个强大的团队，身边高手如云。如果他真的来皇马，他肯定会带上他自己的人马，这也合情合理。我绝没可能加入他的团队。过去这4个月里，我心里只有皇马。从现在开始，我也该想想我自己了。我已经实现了跃升，我已经成为过1线队主帅，所以我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无论怎么说，阿维罗亚是真正的马德里主义者，本来他就是被推上来的。皇马更衣室爆炸也不是他的原因。而在球队过渡阶段能够2回合5-1在欧冠战胜曼城，还能大量使用青训球员，挖掘出像皮塔奇这样的天才。作为皇马主教练，阿维罗亚的立场和行事原则从来没有任何问题。本来他如果能够一直在预备队养老，那是很滋润的。被迫上台带1线队，但半年后就失业了。这个故事啊，本来就是个传菜的，也算是过了一把大厨的瘾，多了一点这种牛逼的人生经历，也挺好嘛。希望阿维罗亚未来在其他的球队能当上主教练，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踪他。好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曼城官方最后将阿蒂哈特北看台命名为瓜迪奥拉看台，并且为瓜迪奥拉立雕像。咱们的节目也快结束，希望大家点赞、评论、热推、分享，感谢您订阅，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